印度次大陆的地形相对封闭，北面有高山阻隔，南面有海洋环抱，唯独只有西北方有个小缺口比较容易进出。西元前2000年左右，雅利安人从这里入侵了印度平原，经过漫长的征战后，他们征服了达罗毗荼人，建立了许多个小国家。大家好，我是克里夫。上一集我们聊到了雅利安人替古印度带来了梵文和婆罗门教后，因为种姓制度造成阶级分化太过严苛，导致社会走向封闭与僵化，于是宗教改革逐渐兴起，让耆那教与佛教得以创立，试图去改变原本的婆罗门教的价值观与宗教观。这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耆那教的创始者法达摩那是恒河流域的一个小国维德哈的王子，而佛教的创始人悉达多则是靠近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国家迦毗罗卫国的王子。印度平原这种小国林立的状态，要一直到下一个征服者到来才有所转变。大概在西元前500年左右，波斯帝国的国王大流士一世领兵同样从西北方的缺口进攻了印度平原，并将这里设为波斯帝国的其中几个省，强迫印度人服兵役与纳贡等等。不过波斯的统治时间并不长哦，紧接着有一位纵横人类千年历史中依然可以占有一席之地的伟大君王，也可以说是战无不克的军神诞生了，那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的丰功伟绩我们之后再说，他大约在西元前330年左右推翻了波斯帝国的统治，接着他打算让原本臣属于波斯的印度各国来对他朝贡，毕竟他已经征服波斯了嘛。但是印度平原的众多小国立场不一哦，有的愿意臣服，也有的拒绝回应。于是呢，你也知道的，亚历山大便领军进攻了印度平原。西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在印度平原打了好几场战役，虽然最后都以胜利作收，但当他想要继续往东征服恒河下游的摩羯陀王国与孟加拉一带时，他的士兵却已经不想再往东走了。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他的军队经过多年的征战已经很疲倦了，不仅厌倦长期的作战，重点是还离家很远。对他的士兵多半都是马其顿人来说，马其顿距离印度大约有6-7千公里左右哦，真的是远得要命王国啊。而当时有一位印度青年叫做旃陀罗笈多孔雀，别怀疑，人家的姓氏就是孔雀。他的出生来历已经不可考了，只能大概得知他是被恒河下游的摩羯陀王国给驱逐出来。在他逃亡到印度河流域时，碰上了亚历山大的军队。那时旃陀罗笈多很努力地劝亚历山大继续东征摩羯陀，好帮他报仇。无奈马其顿士兵只想回家，于是亚历山大撤军后，旃陀罗笈多只能自己来了。亚历山大死后，庞大的帝国分崩离析，旃陀罗笈多先是趁机占领马其顿军队夺下的印度河流域，接着又在西元前321年进攻摩羯陀，一雪前耻，自立为王。他运用从亚历山大那边学来的战术，将印度北方统一起来，创立了孔雀王朝的盛世。在旃陀罗笈多统治印度的期间，继承亚历山大在亚洲领地的色流谷一世收复了亚洲的许多地区后，便把目光转向了印度地区，并在西元前305年进攻印度，企图夺回属于马其顿人的骄傲。关于这场战争后，只能说一场战争各自表述。对于印度来说，旃陀罗笈多不仅打败了入侵者，甚至还追往逐北，把领土扩张到阿富汗附近，迫使希腊人求和。不过呢，希腊人的版本却是色流谷一世一路打到了印度的首都华氏城下，让他们举白旗投降。不管怎样，双方在西元前303年签下了合约，色流谷一世承认旃陀罗笈多的统治地位，割让领土，并把一位女儿嫁给了他。而旃陀罗笈多呢，除了多了亚洲的领土之外，他还送了500头战象给他的岳父。
相较于原本雅利安人透过种姓制度与婆罗门教统治印度平原上的各个小国，旃陀罗笈多统治的孔雀王朝反而更有现代国家的雏形，像是他透过庞大的官僚体系来控制底下人民的行动与经济。国家不仅掌控了矿场、山林，还有稀有资源，也掌管了基本的生活器具。因为掌控了天然资源，所以国家创办了农场、船厂与兵工厂。也因为掌管了生活器具，所以国家也雇佣了妇女从事纺织业。另外，我们都知道马基维利的君王论在教导一位合格的君王要像狐狸与狮子一样，而古印度也有一本可以跟君王论相提并论的政事论。政事论里面要求统治者做到意志坚强、敢作敢为，并拥有高度警惕，防止底下臣民的阴谋诡计。此外，更说明相邻两国永远都是敌人，而统治者只要与更远的邻国组成天然的同盟，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这样的概念。旃陀罗笈多似乎是一位天生的领导者，他的统治行为被后来的印度人写入了政事论里面，让其他的君王可以学习。而在旃陀罗笈多统治的期间，印度也迎来了稳定的盛世。当时他不仅修筑了许多道路，也兴建水利工程。而在旃陀罗笈多之后，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国王，就是他的孙子阿苏加孔雀。讲阿苏加可能没什么人听过，但如果说阿育王，那应该就有不少人知道了。阿育王是孔雀王朝的第3任君主，而阿苏加的意思是无忧，所以他也被称为无忧王。无忧王听起来是一位很仁慈而且没什么烦恼的国王，但是呢，其实他在位的初期，相传是一位性格暴戾的君王哦。不仅在登上王位后把政敌都给杀了，还喜欢到处征战。在他即位的第8年，南下征讨德干高原上的国家后，统一了印度次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让孔雀王朝的疆土与国力达到顶峰。但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啊，后来的阿育王皈依佛教，从此性格大变，成为一位仁慈的国王，开始推行善举，广设仁政。好比在各地树立劝人改过向善的石柱，柱子上面刻写一些谕令，希望人民能够孝敬父母、诚实善良。这些石柱上目前还保留了10根左右哦，上面的刻文让我们了解梵文的书写形式。不仅如此，石柱的顶部还刻有动物的形象哦，带有古印度河谷文明时期的那种印章风格。有人说这是宗教的力量，也有人说是在他南征德干高原的过程中，死伤高达数十万人，让他彻底感悟。不管如何，阿育王后来统治的30几年，勤政爱民，成为了有名的仁君。但仅仅是这样的话，还不够让我们大书特书一番。阿育王更重要的政绩是他在西元前249年邀请了全国的僧侣来到首都举行集会。佛教的僧侣在首都华氏城集结论经，不仅让佛教成为全国性的宗教，他们还将佛教的教义分成经、律、论、经藏、律藏、论藏3种体裁书写下来，也就是所谓的3藏，这让佛教从此有了经典。此外，阿育王还广派佛僧到各地传教，不只是国内哦，也往国外传教。如同上一集说过的，北传到新疆后传入中国，南传到锡兰后传到东南亚。因此可以说，佛教能够成为现在世界3大宗教之一，阿育王的推广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最后，我们来聊聊他们的艺术与文化。在孔雀王朝时期，除了佛教很兴盛以外，他们的史诗也很有名哦。早在古印度时期，就有不少诗人会到处传唱一些英雄的事迹与故事，而这些事迹也慢慢集结成2部巨作，摩诃婆罗多以及摩罗也那。摩诃婆罗多由10万多行的诗句组成哦，而摩罗也那则是由48000多句组成，可以说是印度古文学中的巨擘。而摩诃婆罗多同时也是世界上第3长的史诗。那么这么庞大的篇幅都在说些什么呢？
主要是在讲一个发生在巨鹿王国的故事，里头的2只王族为了争夺王权而互相争斗，斗到最后，其中一方势力比较弱，正面冲突可能无法取得胜利，所以就设计用赌骰子的方式，强迫另一方来跟他对赌国家的所有权。如果是公平的赌局，那就算了，势力比较弱的那一方还出老千耍诈，所以最后当然不可避免的发生了一场战争。有趣的是，这场战争不只是印度各地的国王，就连希腊、中国等各地的盟友也都纷纷加入战斗。最后双方死伤惨重啊，只剩下了少数几位王族活了下来。他们又经过了几年的统治后，决定放下一切，登上喜马拉雅山，回到神的怀抱。另外一部《罗摩衍那》则是在讲一位罗摩王子和他老婆西多的故事。两人历经许多波折后，罗摩登上了国王王位，西多却被锡兰魔王用计给抓走。罗摩王在盟友的帮助下，打败锡兰魔王，救回爱妻。通常故事到这边大概就要 happy ending， 但这部史诗还没结束。回国后的西多因为被魔王囚禁多年，因此他的贞洁受到众人的质疑。而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决定接受火神的考验，走入火堆中自焚。你没听错，就是这么充满戏剧性。不过好险火神拒绝伤害他，让西多的纯洁得到了证明。这部史诗经过多次的修改与流传，最后成为古印度的经典存在。它的重要性有点像是圣经在基督教的地位一样，主要是因为吠陀经只在贵族阶级中流传，但这部史诗则可以在民间传唱，让多数的古印度人对于伦理与男女的职责有了具体的标准。虽然我不确定有多少女性会因为贞洁的问题被绑到火堆上，但这样自焚的行为深深影响了后来的印度文化，甚至到了18世纪，寡妇自焚殉夫更成为美德的象征。这同时也让我联想到欧洲的猎巫行动，也是把那些受到指控的女巫给活活烧死，只是前者是被当成证明自己清白的仪式，而后者则是人类集体疯狂的悲剧。回过头来，除了2部史诗巨作，古印度人在医学和数学领域也十分发达哦。先说医学方面，他们不仅开始研究解剖学，有了外科手术，甚至在胚胎学的研究也有所涉猎，使得他们十分尊敬医药相关人员。数学的部分则是发明了0这个数字，这个原理之后也被全世界采纳。此外，古印度人也懂得开平方根与立方根，并运用10进位制。更重要的是，所谓的阿拉伯数字也是印度人创立的。或许古印度人在几何学方面不如希腊人，但在代数方面却是遥遥领先。至于翻过喜马拉雅山的古中国文明，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所谓的9数，也懂得10进位制，但相较于有如群星耀眼般的诸子百家，儒道墨法明阴阳杂农纵横小说家，数学只能算是君子6艺中的其中一个才能罢了。不过这当然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不仅厌倦长期的作战，重点是还离家很远。对他的士兵多半都是马其顿人来说，马其，对，没错，超远。另外一部《摩罗衍那》则是在讲一位摩罗王子与他老婆罗摩王子，西多却被锡兰魔王用计给抓走。罗摩王，对。而摩罗衍那则是由48000多句组成，可以说是印度古文学中的巨擘。这样啊，摩诃，好，找一下，喝啊。
摩诃婆罗多。好，来。